丈夫前脚刚去参军，女人后脚就被敌国军官吸引，陷入两难的选择。这部法国战恋曲让你看到的不只是爱情。1940年6月，德国的炸弹第一次落在了巴黎，惊恐的人们想尽办法逃离这个城市。布希是法国中部的一座小镇，偏远的位置让村民感觉战争还很遥远。露西住着全镇最好的房子，衣食无忧，但因为是穷苦出身，婆婆很不喜欢她，总认为她是为了钱才嫁给儿子。自从丈夫上了战场，露西的日子更加艰难，婆婆不停地找茬，甚至还自作主张的把钢琴锁了起来，切断她唯一的爱好。露西最讨厌的是每月跟着婆婆去收租，高高在上的姿态一点都不近人情。尽管佃户求情说现在因为战争家里很困难，但婆婆依旧不肯松口。在去往小镇的路上，大批从城市逃亡的难民拥堵了道路，他们拖家带口，行色匆匆。露西下车查看情况，突然德国的战机飞了过来，朝着手无寸铁的人们开炮。露西在危难关头救下了一个女孩，一波扫射过后，现场弥漫着浓烈的硝烟。露西心情沉重，惊慌失措地回到车上，跟着婆婆逃离现场。这就是战争的残酷，巴黎市民瞬间涌向布希镇，同时德国士兵也跟了过来，飞机不停地从头顶上经过，他们惊恐无比，到处躲藏。露西来到丈夫的办公室，和婆婆一起收拾物品。她已经有1个星期没有消息了，而此时的政府宣布停战，大批的德国士兵来到布希小镇，接管了这里。他们要求所有人必须上交枪械和提供食物补给，并且要腾出房间接待德国军官入住。露西家里来了一位德军中尉，名叫布鲁诺，长得高大帅气，并且很有礼貌。他说：“我会尽量不打扰你们的生活，只要给我一个房间和工作的地方就行。”露西和婆婆内心惊恐，但都没有说话，而布鲁诺却擅自拨快了钟表的指针，声称自己不喜欢迟到。晚饭的时候，他再次出现，来跟婆婆提出要求。Madame, may I kindly request the key to the piano and the desk? I give you my word that they'll be treated with the utmost care. 婆媳两人很庆幸居住的长官还算规矩，但其他人就没那么幸运。他们的邻居贝努瓦是个残疾人，家里还有个嗷嗷待哺的婴儿，生活很艰难，但依旧被安排住进了一位军官。他满眼的不怀好意，利用职权肆意破坏贝努瓦和妻子的生活。实际上这一切都是镇长惹的祸，因为他的妻子不喜欢陌生人住在家里，于是镇长给德国长官送礼，把这名中尉分配到了贝努瓦的家。自从德国士兵进入小镇，他们总会毫无顾忌地在大街上擦拭身体。镇上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年轻的男人了，年长的妇女会愤恨地诅咒他们，而年轻女孩们则充满了好奇。露西买完东西路过的时候，遇到了家里居住的布鲁诺，看到露西提着那么多东西，提出可以帮她拿回家，反正她也要回去。然而露西没有理会。布鲁诺每天晚上都会弹琴，这是露西从没听过的曲子。喜欢音乐的她，因为琴声得到了慰藉。在几个月的沉默之后，两人终于有了聊天的机会。这天，露西坐在院子里写信，布鲁诺突然出现，他礼貌地打过招呼，然后夸赞露西的房子很漂亮。然而露西说，这个是我婆婆的房子，不是我的。或许是同样喜欢音乐的缘故，他们总有相同的敏感神经。布鲁诺很确定地说，那钢琴一定是你的。露西突然伤感起来，钢琴是父亲送给她的，但婆婆不允许弹奏，只有丈夫在家的时候才能稍微的弹奏几分钟。露西问起经常听到的曲子，布罗诺解释那是自己创作的，他战前是一个作曲家，结婚4年，参战了4年。布鲁诺说他早就不是了。这时婆婆透过窗户看到聊天的两人，把露西叫了回去。露西上楼时看到布鲁诺房间的门开着，便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走了进去。她翻看着书桌上的文件，没想到布鲁诺突然回来，然而他没有介意，拿起纸张让露西随便看。这些都是小镇居民的举报信，看似平和的小镇，实际上丑陋不堪。晚上婆婆心情不好，又开始数落露西，说她是个拜金女，还不守妇道，和德国军官说话。露西很委屈，谁知这时婆婆竟哭了起来。原来婆婆打听到她的儿子成了战俘，正在遭受折磨，布鲁诺自然就是他们的眼中钉。露西上楼的时候遇到了布鲁诺，他说我不能跟你说话。谁知他递给露西一个礼物盒，回到屋内，他打开查看，里面是曲子的名字。布鲁诺知道露西喜欢音乐，于是在离开家的时候故意把钢琴钥匙放进门口的大衣口袋里。露西等到婆婆离开家，她翻找到钥匙，然后享受般的弹奏起来。露西经常暗中帮助镇上的佃户，但只要去收租就依旧不会得到好脸色。贝努瓦家里的中尉很不安分，欺负他是残疾人，猛烈追求他的妻子。他没有办法，只能找到露西，希望他可以帮忙。于是他叫来了布鲁诺，显然这个长官彬彬有礼，很是绅士，与其他的德国士兵不一样。他听到贝努瓦的投诉后，解释自己无能为力，因为他和那个中尉是平级，根本管不了他。I will try. 贝努瓦满意离开，只剩下两人独处。布鲁诺说我会尽力帮他，但是作为回报，你能请我喝一杯吗？露西表示她的婆婆会赶走她的，谁知布鲁诺说他去教堂，还有半个小时才回来。他们很难得的坐在一起聊天。露西问他为什么参军，他说因为家庭传统，他的兄弟都参战了，但也都牺牲了，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。通过这次的聊天，露西了解到眼前这个男人跟其他德国军官一点都不一样，长期的孤寂
让她渐渐被布鲁诺吸引。而布鲁诺是个很有情调的人，尽管站在对立面，但他还是请求露西放松2分钟。两人听着优美的曲子翩翩起舞。这时管家进来打断他们，因为婆婆回来了。他们躲到漆黑的院子。布鲁诺第一次夸赞露西：“你是一个很善良的人，谢谢你让我感受到温暖。”如此的话语让露西心潮澎湃，她渐渐对布鲁诺产生不一样的情感。这天露西外出散步，遇见了佃户的女儿在跟德国士兵约会，她很震惊，转身离开的时候惊动了他们。女孩追上去跟露西解释，可露西根本不想听。这时的她认为跟敌人在一起是多么可耻的行为。女孩见状彻底撕破脸，说至少他们不会赶我们离开，并说你也不看看你的丈夫是什么样的人。这句话让露西很疑惑，她回到家越想越不对劲，于是来到布鲁诺的房间，在满桌的举报信中搜寻，终于看到了丈夫的恶行。原来丈夫参战前在外面已经有了女人，还有了一个私生女。这些事情婆婆都是知道的，可都瞒着她。露西询问布鲁诺：“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？”布鲁诺回答：“我没有资格告诉你。”露西很伤心，摔门而去。为了安慰露西，布鲁诺把那堆举报信全部烧毁，然后在第二天主动提出要给她弹奏一曲，两人共处一室，总有一种微妙的气氛。露西讲起自己的婚姻，她和丈夫只见了一面就结婚了，本以为两人是很相爱的，但现在看来就是一个笑话。布鲁诺不知该说些什么，只能把手搭在她的肩膀上。然而就是这样的触碰，让人有情不自禁的冲动。可在关键时刻，露西说这样不合适，然后匆忙离开。这天一位夫人来寻求帮助，他们的豪宅被占用，但当时离开的比较急，还有好多东西没拿，希望露西可以帮忙。于是隔天，布鲁诺带着露西来到这座房子，看着混乱的客厅和欺辱女孩的士兵，露西很生气，质问布鲁诺：“这就是你说的德军在保护村民吗？”他来到外面透气。布鲁诺再次说明：“我跟他们不一样，并说这里唯一跟我有相同点的人是你。”他情不自禁地吻上去，短暂的拥抱打开了露西的心门。布鲁诺让手下带着东西，和露西并肩走在大街上，空气中弥漫着闲言碎语。有人痛骂露西是叛徒，有人佩服她的勇气，可露西都不在乎。没有人能明白她的感受，丈夫的背叛或许是她勇敢走出去的催化剂。两人一起回到家，露西心底的欲望再也控制不住，这也是布鲁诺期盼已久的。可到关键时刻，婆婆回来了，露西很紧张，告诉布鲁诺婆婆会在周4去看她姐姐，到时这个房子就只有我们了。布鲁诺这才难舍难分的离开。终于到了那一天，露西看着婆婆坐上汽车，这才安心的去挑选衣服。此刻的她不管别人怎么争斗，怎么憎恨，只要能给她和布鲁诺一次平静的约会。另一边的贝努瓦一家正在经历磨难，德国中尉出言挑衅，要追求贝努瓦的妻子，这让他气愤的跟中尉扭打在一起。最终德国中尉被反杀，这声枪响惊动了屋外的其他士兵，贝努瓦慌乱的骑着摩托车逃离现场。为了挽救丈夫，马德琳找到了露西，希望她可以帮贝努瓦。她的腿有残疾，根本跑不快，一定会被抓住，到时必死无疑。可露西又能做什么呢？看到露西不帮忙，马德琳生气离开，可扭头看到摆放的蜡烛和红酒，她顿时明白，怒骂露西无耻，说你的那位长官不会来的，他正在到处抓人。露西突然很有罪恶感，我的邻居们正在像动物一样被抓捕，而我还活在幻想之中，确实够无耻的。她用手掐灭蜡烛，让自己清醒过来，然后独自趁着夜晚来到树林中寻找贝努瓦。这里到处都有士兵，露西很不容易找到了贝努瓦，让他换上丈夫的衣服，跟他离开。第二天，镇长宣布贝努瓦杀害了德国中尉，但到现在都没有找到他。如果谁知情不报或者藏匿贝努瓦，都将被枪毙。德国长官要求全镇地毯式的搜索，布鲁诺接受了这次的任务。可德国士兵用了很极端的方式，残暴程度不亚于在战场上的猎杀。婆婆回到家，露西告诉了她实情，看着藏在家里的贝努瓦，婆婆虽然很惊讶，但还是决定拯救他。婆婆把贝努瓦带到楼上，藏在更隐蔽的地方。等到布鲁诺带着士兵上门搜查的时候，他趁机向露西解释，因为公务在身，那一天才没有赶回来。可露西已经完全变了一副态度。Your feelings changed. Yes. You're lying. 这时下属报告发现异常，婆婆和露西都很紧张，但布鲁诺查看过之后表示没有问题。经过搜寻，还是没有找到贝努瓦，于是德国长官决定让镇长背锅，布鲁诺执行枪毙的任务。在一声声枪响之后，镇长停止呼吸，而布鲁诺轻微的表情变化，能感觉到他的于心不忍。此刻的露西意识到，他们永远是势不两立的。贝努瓦知道自己一直躲着不行，他想要参加抵抗组织，做一些有意义的事。露西欣然决定帮这个忙，她准备去找布鲁诺开通行证，可走在大街上，总有人骂她是德国婊。露西没有反驳。遇到马德琳的时候，她轻声说她很安全。马德琳喜极而泣。露西找到布鲁诺的时候，他正独自坐在一边，心事重重的样子。他询问露西：“你现在是不是很恨我？我亲手杀了镇长？”露西没有回答，而是说自己的佃户女儿生病，需要到市里看病。布鲁诺猜到了露西的用意，但还是轻描淡写的说：“我的下属在那天闻到了一股烟味，那不是我的味道，他认为你藏了人。” And you? 布鲁诺说我解释，那是我妻子送给我的礼物。他满眼的悲伤，告诉露西，你会如愿拿到通行证。除了父亲，从来没有人真正的爱过露西，但现在他感受到了爱意，然而也即将失去。他们依依不舍的告别，将这份爱情变成回忆。第二天出发前，露西再次来到布鲁诺的房间，看到留下的曲谱，他坐下来弹奏了最后一曲。
贝努瓦跟婆婆告别，非常感谢对她的帮助，而婆婆也改变了对露西的态度，交给她一把枪，叮嘱她注意安全。等到他们离开，婆婆来到楼上的密室，给一个女孩掰了一块巧克力。原来婆婆在最后关头还保护了一个孩子。露西开着车经过检查站，把通行证交给了士兵，可没想到的是，布鲁诺的下属擅自做主，在通行证里做了手脚，让士兵一定要检查露西的车子。面对威胁，露西很害怕，只能打开后备箱。贝努瓦迅速反击，把3个士兵都杀了。就在这时，远处驶来一辆摩托车，露西紧张万分，谁知来人竟是布鲁诺。看着心爱的女人拿枪对着自己，布鲁诺的内心悲痛无比。他帮忙把贝努瓦扶上车，而露西由于惊吓已经说不出话来，或许悲伤早已将他淹没。布鲁诺很想再抱她一下，但露西惊慌地与他擦肩而过。他发动车子，最后看了布鲁诺一眼，这里虽然没有一句话，但已胜似千言万语。布鲁诺用无视自己的事业和生命为代价，帮助露西前往巴黎，这样的行为足够感人。两人此后再也没有相见，或许布鲁诺早已战死他乡，或许像露西一样隐姓埋名。法国解放后，露西总会忘记很多人，但每当音乐响起，她就会想起布鲁诺，想起那份没有说出口的爱。